感觉从来不曾有，左右每天思绪，每一次呼吸，心被占据，却苦无依，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，我一天天失去勇气，偏偏难了难忘记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痛全是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，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或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谢谢你们啊，真的要谢谢你们。待会我给你们介绍一位行政部的负责人啊。好。啊，来，陈医生，我给你们介绍，这位就是仁爱妇女协会的会长司徒金叶女士和几位协会的执委。你好，这位就是我们这所医院的行政负责人温伟业医生。温医生你好，我们通过电话的，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申请。该谢谢的是我们的陈副院长。是我把你们的线交给他，是他批准的。好。贵协会热心公益，我向来就有所闻呐。那么这次你们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慰问我们患了癌症的儿童病人，真是感激不尽。对了，待会儿我有个手术，你就带他们去参观儿童病房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待会儿温医生会带你们去看看。先喝杯茶。真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哪里，既然安排了，就要尽力而为啊。儿童特别病房就在前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请进。这位是我们的住院医生苏杰军。欢迎各位仁爱协会的朋友。刚才陈医生的秘书已经通知我了。苏医生你好。你好，你是司徒太太吧？是的，你好。苏医生，你对这儿的病人比较熟悉，你来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好啊，你们跟我过来吧。小丽，你看这么多阿姨来看你啦。小丽你好。好。为什么戴帽子啊，小妹妹？这帽子啊很好看呐。这位小妹妹呢，她得的是血癌，她在等着社会人士捐献骨髓。这么小就得这个病啊？癌症病人一般上都要接受化疗，而化疗的副作用是掉头发，所以她才会戴帽子。小丽，痛不痛啊？阿姨带了礼物来给你，你看，喜不喜欢？你一定要坚强啊！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适合她的骨髓呢？小丽的血型是什么？是不是血型一样就可以捐骨髓给她？不是的，捐骨髓不像捐血，骨髓内必须有配合的细胞组织才可以捐给病人的。曾经有志愿人士愿意捐献骨髓，只可惜不适合。不如我们大家去检查检查，如果适合的话，我们就把骨髓捐给他。你们说好吗？好，没问题。你们心里真好，谢谢你们了。我们到那边去吧。我陪你们过去吧。谢谢两位。检验报告出来之后，如果我们当中有谁适合捐献的话，请尽快通知我。一定的，一定。我先代替那群不幸的儿童向你们说声谢谢。是，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听说仁爱协会自从由司徒太太担任会长以后呢，他们的慈善活动也做得更多了。其实慈善活动不只限于捐款还要捐出自己的爱心。司徒太太的宗旨就是关怀那些青年跟儿童，
所以他不断的亲力亲为去照顾那些不幸的一群。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我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。其实你早就成为他们的非正式会员了。我听说你每年都捐了不少钱给各个慈善机构。一定是国庆告诉你的吧？国庆怎么会对你的事情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我本来是很想告诉你的，不过呢，我要回去工作了，没时间了。深呼吸。校长，福明怎么样？在上体育课的时候突然间晕倒，我就把他送进来，医生在为他检查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他最近有没有生过什么病？哦，他偶尔有点头痛。哎，他每次发高烧都很难退的。医生，麻烦你帮他好好的检查一下。他有点发烧，已经抽了血去化验了，等一下还要为他验尿，他需要暂时留院观察。这个怎么办呢？你们去跟他办入院手续吧。推他到病房去。好好休息吧。护士小姐，我儿子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报告出来之后，医生会通知你们的。福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比较好了。福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没事了，校长。你好好休息啊。郭女士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福明如果有什么事，再打个电话通知我。好，谢谢你，校长。慢走。现在舒服点了吗？没事了。哎呀，你的头怎么这么烫的？可能最近天气太热，我水喝少了。回家之后一定多喝点水。哎，要是只是水喝得少，那还好。万一有什么其他毛病，那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妈，你别担心嘛。我一向身体都很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，免得让你担心。哎，郭福明，是你啊？阿姨，妈，她是我同学郑一杰的妈妈。你好，是什么病啊？还不知道呢，化验报告还没出来，你能不能帮我催一催？既然他们现在已经在化验了，我想很快就会有报告的，只是急不来的。这里呢本来是不允许家属陪伴的，不过今天病人不多，只要不吵到别的病人，你可以留下来陪陪他。谢谢。我很了解你的心情，累的话在外面的等候室休息啊。我先出去。妈，你也站了这么久了，注意坐坐吧。妈不累，你先躺下休息，我等你睡着了我才走啊。他哪里不舒服啊？医生啊，我的孙子他出毛丹呐。出毛丹？他烧了好几天都没退。昨天我还用热鸡蛋在他身上滚，看到鸡蛋里面有毛啊。今天我又用鸡毛水给他冲凉，烧不但没退，还更厉害。他爸爸妈妈又不在，我只好带他来看你了。他是不是全身没有力啊？而且不爱喝水，小便很少，大便也少，又比较黏，而且晚上呢比白天烧得更厉害。对呀，我怀疑呢他得的是常热病，也就是你们一般叫的出毛丹。那怎么办呢？需不需要打针？我需要跟他验验血。我不要打针，我不要打针。你乖，你打了针，奶奶买Ultraman给你玩啊。小朋友生病是不是很辛苦啊？那打针呢只是轻轻痛一下，很快就会好的哦。而且呢，阿姨打针是不痛的，相不相信？你不让阿姨试试看，怎么会相信呢？来，你咳一下给阿姨听。很好，你再多咳一次，这次大声一点儿，大声一点儿。那好了，是不是不痛啊？
好了，我现在开些抗生素给他吃，一天服3次，多喝点水。最重要呢是注意食物的卫生，还有大小便之后要注意清洁。你们先回去，等报告出来呢，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医院会通知你们的。好，谢谢你医生。慢走。谢谢啊。杨医生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想跟你谈谈一个病人的事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在你骗小孩的时候了。别乱说话，我什么时候骗小孩子啊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明天找你好了。我在外面等你。嘿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，那位是谁呀？没有谁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好吧，我们走，去欢乐时光。我有事不能走。那没办法了，那我就搭你的车去地铁站吧。喂，怎么了？你还不快开车？你不是说有事吗？我不是马上走。这次还整不到你，约会就约会嘛，为什么怕人知道呢？好了，你知道还赖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快下车，给人家看到不像话。哎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你真烦啊！说。那你快告诉我，他到底是谁啊？明知故问。没关系，你不说就算了，反正啊，我有的是时间嘛。哎呀，你还是说吧，这里只有我跟你在一起吗？怕了你了。是杰军呢，够了吧？好了。哎呀，喂，终于招了。你这家伙，你出卖我！有胆入情关，却没胆承认，全医院的人都已经知道了，你还这么嘴硬？我不是嘴硬，是怕什么？对呀，怕你们这些大嘴巴。你们都知道的，我谈恋爱没有一次成功的，以前那些都是院外人。院外人？什么院外人？就是医院以外的人。聪明，你们不认识的吹来就算了。不过现在呢，如果和杰军有什么，插住，你们马上就知道。那我怎么敢来这家医院做手术呢？而且对杰军呢压力更大，对不对？多坦白。明白。那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知道。我们现在马上去告诉所有的人。拜拜。喂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。奇怪，什么事啊？从吃饭到现在呢，都没有想过，又不是坏了。看你紧张兮兮的。我不是紧张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以前我约会的时候啊，常常都有紧急传呼，不是通知明天的手术呢，就是马上照进手术室里。可是呢，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喂，你的生意差呢，可能是你的工作态度有问题，或者是你的医术退步了，或者有可能是因为你老了。前面2样呢，你肯定猜错了。我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麻醉师。不过，最后1样绝对正确的。我读了20几年书了，工作也有5年了，我今年36岁了。老天爷也不可能叫我日忙夜忙的嘛，也要给我一点时间做私人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什么私人的事情啊？方便说吗？谈恋爱喽。跟谁呀？跟谁呀？我也想知道，你是不知道。你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？不行啊，终身大事这么重要。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呢，我今晚呢就睡不着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告诉我吧。告诉我吧。不要。别跑啊！我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，快说啊，不然我就不放手。快说。说。谢谢。
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睡久了会昏昏沉沉的。你渴不渴？妈倒杯水给你。不渴。妈，现在几点了？1点半了。1点半？那你吃过饭了吗？妈还不饿。这不行的，过了时间吃饭对身体不好的。你的身体一向都不是很好，你等一下自己到食堂去吃饭。妈饿了自然会去吃的，乖。阿姨。哎，福明真的很懂事。护士长，是啊，他从小到大都很听话的。他的检验报告出来了。他得了什么病啊？你去见见医生，他会详细告诉你的。你先躺会儿，妈去就来啊。妈，你等一下记得到食堂去吃饭呢。好。医生，我儿子的病没什么吧？你别急，医生会告诉你的。啊，福明他得的是急性白血病。那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？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血癌。以他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他生存的机会只有50%。别难过，你要振作，别难过。他唯一的生存机会就是让他接受骨髓移植手术。好，我愿意捐给他，医生。骨髓移植需要有配合的细胞组织，一般来说呢，直属亲人之间，细胞组织的配合机会是1/4。那要是我的不能跟他配合，那该怎么办？那我们就跟他做化学治疗，等到有适合的骨髓捐献呢，才进行手术。哎，下班了，想吃什么？不要这么大声，你不怕人家听到？经过那个庆波医宣传了，我常去的那3家医院呢，谁都知道了，还怕什么？好，现在你会说不怕了啊？当初我问他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不肯说，太过分了你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跟他真的没什么。苏医生，如果你真的跟他没什么，还成为绯闻中的女主角，那真的是你的不幸喽。全医院的人呢都说你跟以前不同了，依我看你真的是性情大变，从冷漠的君子变成活泼的白马王子哦。哇，现在人家的嘴巴越说越甜了啊。不过呢，说真的，我真喜欢你的改变。我想通了，人生这么短暂，应该快乐一点的活着吗？哎，对了，我们要吃饭，一起吧。对啊。不行啊，有一群老人在等着我呢。听说你每天下班以后呢，都是去替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看病，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有这样的改变呢？喂，你是住院医生，不是法医，不要把人家研究到那么深入吧。你还不快去收拾，要不然我不请你吃饭了。我现在就去。哎，豪姐，苏医生，他儿子得了血癌，所以呢心情不好。她是妈姐，怎么会有孩子？有一次我去替那些老人看病的时候，她正好去看她的同乡，那些社工告诉我，她以前是妈姐。哦，有可能是领养的吧？也许吧。好了，我先去换衣服了。哎，杨医生，好好照顾苏医生啊。哦，不会的。哎，杨医生，这么晚了还在医院啊？去看一个病人，快下班了。你呢？有一个病人要生产了啊。怎么样？孩子好吗？哎，说起他真的是很好动啊，吃的时候要动动手，喝的时候要动动脚，睡觉之前还要动动嘴，唱首歌。有其父必有其子嘛。谁说的？我小时候才没那么顽皮呢。啊，对，他会走路了。嚯，怎么这么快？对呀，才11个月。当初我和玛瑞亚还担心他钙质不足，现在他连爬都还没学会就开始走了，连桌子都不用扶。小孩子的成长过程真是叫人不可思议。趣事还有一大堆，改天跟你说吧。先走了。陈医生，哎，美玲姐，姚医生。
哎，美玲。哎，陈医生。什么事吗？我想。哎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？不像你的性格。我听说新加坡管理学院联合悉尼大学举办了一个护理学士课程。是啊。哎，怎么医院有人要上这个课程吗？是我想在工作之余呢，去上这个课，那么以后对我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年纪不会太大吧？不会。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，我支持你。这样好了，明天你到行政部去跟温医生要表格吧，是他负责的。谢谢你，李姐。哎，我们的病房真的全部都满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文玲姐，护理学士课程的表格。谢谢你啊。怎么样，你亲自给我送来呢？本来我想午饭时间到你的部门去拿的。没关系，反正我经过嘛。哇，美玲姐，你是不是去读怎么管理我们的课程啊？你平时已经够凶了，何必再去学呢？如果我够凶啊，你还敢站在这里啊？快去工作。你不用再解释了，我一定会去告你的。哎，这根本是你自己要求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话？发生什么事？温医生，你在这里就好了。我是来找你整下巴的，谁知道医院却介绍了一个这么没水准的医生给我，把我的下巴搞成这样，你看这么尖。这是他自己要求的，他来找我的时候一直强调说要尖的。是我要尖一点的形状，不是尖的这么难看。我不管，如果不肯替我重做，我决定去告你们医院。算了，江医生，既然是这样，你就替艾琳再做一次吧。我不是要他做，我是要你替我做。我想这次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可能是事前你们没有好好的沟通过。请你相信我，江医生也是一个很杰出的整容医生。如果你们好好再谈谈，我相信再做一次效果一定会令你满意的。好了，你不用再说了。如果手术不是由你做，你们的医院和这个所谓的医生就等着收我的律师信吧。艾琳，莫名其妙了。江医生，没有，好的，好，我明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再跟你报告。好，院长的电话，来，过来喝杯茶吧。我们都明知这是不可能的，可是院长不知道。你也知道，医院准备要上市，他很紧张。在1个小时内打了3次电话给我，他说无论如何，在这期间都不可以有对医院不利的新闻。博安医院的周医生，在整容界名气是最大的。以我跟他的交情，叫他抽空帮忙，应该不是问题。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，我也跟阿令凤谈过，他怎么说都不肯接受，只坚持信任你。如果不是你跟他重做的话，他绝不罢休的。来，多吃点菜啊，多吃菜对身体好，病也自然好得快了。不用了妈，你把菜都给了我，那你吃什么？妈一向有菜吃混饭吃就已经很开胃了，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多吃点的。最近你吃了太多的西药，人家说吃西药身体很散的，你应该多吃点有营养的食物，那么抵抗力就会增加了。妈喂你啊。不了妈，我没胃口，还是你吃吧。不如多喝点汤吧，这些咸菜汤很开胃的，喝了就有胃口吃了。来，趁热喝。好姐。苏医生，福明今天觉得怎么样？他这2天呢，胃口不是很好，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，而且还一直昏昏沉沉的。今天早上还掉了不少头发。这是接受化疗常有的反应。那什么时候才不需要接受化疗呢？只要找到适合的骨髓做了移植，就不用再接受化疗了。可是都已经等了3个月了，还没有合适的骨髓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已经通过各种传媒做出呼吁，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。护士，苏医生，苏医生，福明晕倒了，你快去看看他吧。快！
室。好，准备让开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心跳恢复正常。谢谢你，医生。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。喝杯水吧。别担心了。我那天去接受血液化验，我的骨髓不适合捐给福明。我知道，就算是亲属，细胞组织的配合率也只有1/4罢了。可是，我却连1/4的机会也没有。我不是福明的亲生母亲。我以前是一个妈姐，没有结婚，怎么会有孩子？福明是我买回来的，可是我一直都不敢告诉他，我怕他知道了，会去找他的亲生妈妈，不要我了。我一直就把福明当成是我亲生的儿子。我就是靠在工厂做清洁女工，赚的那几百块钱来养活我们2个人。除了吃饭、供福明读书之外，我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了，让福明有什么享受。福明，他从小就没有玩具，甚至连看场电影的机会都没有。可是他很乖，很听话，他从来没埋怨过我，向我要求过什么。我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。他考试的成绩每一年都考得很好，去年有一天，他突然告诉我，以后他找女朋友一定要我喜欢的，要不然他不会要她。我还以为我们从此以后可以开开心心的活这一辈子，没想到他却得了这种病。好姐，别这么激动。医生，是不是亲生母亲的骨髓一定适合捐给福明呢？这也不一定，但是获染率肯定比外人来得高。你是不是要找福明的亲生母亲，求她来救福明啊？我宁可失去了他，也不愿意看着他死。他是一个好孩子，医生，我不能没有他的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帮他，你一定要救他，医生。我会尽力。找什么事？关于艾琳红的事，我和院长商量过了，有一个解决的办法。哦，那就是这个手术呢，还是由江医生来做。不过在手术进行的时候，你以顾问的身份从旁指导。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解决方式。这对我和江医生都很不公平。一来，我进手术室却不能动手术，又会成为人家的话题；二来，这对江医生的尊严也是一种打击啊。
哎，你先别急，听我说。我知道你听了之后一定会有意见的，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也不赞成院长的提议。不过相信这是唯一解决的办法。我和艾琳洪以及江医生谈过了，他们也不反对。你知道，江医生刚出来执业，任何对他不利的控告，打击比丧失一点尊严还来得大。当有大手术进行的时候，教授会从旁指导，这一点是很普遍的现象，相信不会有人非议的。这么早就换好衣服了？我做手术的时候，一向都会早到，可以做周详的准备。可惜很多顾客都没什么水准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美。今天这个艾琳轰就是一个例子了。我早就跟他说尖下巴不适合他，他不听，搞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怎么说，我们这些医生都比他们多读了几年书，审美眼光绝对比他们来的专业。他们却一味的要我们盲从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不接的。接着有钱赚啦。他丑是他的事。哼，依我说，我先出去了。话都没说完就走掉，怪不得以前人家说他是个坏人。今天温医生一会儿要动手术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不过他不是今天的手术医生，他是来当顾问的。今天都不是进行大手术，怎么需要顾问医生呢？是我要求的。如果没有温医生从旁指导啊，我才不会让那个没专业水准的医生帮我再做一次。我现在开始给你进行麻醉。哎，不行，我要看到温医生来了，我才能安心呢。温医生说来就一定来，你不用担心。哎，你们该工作了，别只顾着说话。哇，这不像平时的你，平时你的话比我们还多。就是嘛，你说过动手术是一件很沉闷的事，不开玩笑会闷死人的。你们既然什么都要学我，那我今天不想说话，你们也要学我安静。温医生来了。喂，大家好。是。这里的蓝草莓蛋糕好像很好吃哦。喂，这中午吃了一大盘的意大利海鲜通心粉，刚才又吃了2个水果派，还吃得下？平时在医院多数啃三文治，难得今天放假要吃个够啊！而且今天有人答应请客，不吃白不吃哦。看你这副样子，如果美丽姐在，一定会叫你。你是医生，要有医生的样子，注意形象。啊，对不起，给我2块蓝草莓蛋糕，谢谢。马上来。等一下，我们得早点去剧院。听说今晚的芭蕾舞剧全场爆满，我怕去晚了找不到停车位。那我们吃完了就走吧。哎，那不是豪杰？苏医生，你是不是病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不如过去那边喝杯饮料休息一下吧。不了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没关系的，来。你请坐。
我帮你叫杯鲜奶。给我一杯鲜奶。好的。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啊？我真的没事。如果不舒服的话，一定要看医生啊。你们是外人，都这么关心福明，可是他却……你怎么了？你说的他，是不是福明的亲生母亲？别去找过他。我去求他念在母子的份上，捐出骨髓给福明，可是他不肯捐。她现在已经是富家太太了，她怕影响她的名誉地位和丈夫的感情。可是她可以以陌生人的身份来捐赠啊！我也向她提议过了，可是她却不肯。她还叫我以后别再去缠她，不然她就会对我不客气。过后，她还叫女佣放狗赶我走。怎么会有这种母亲呢？她不肯捐出骨髓，那福明怎么办？那天医生告诉我，福明再不移植骨髓，就只剩下2个月的寿命了。你先别难过，可能最近会有适合的人来捐赠呢。最合适的人都不肯捐赠，还会有谁会适合？你不要为这件事难过。她虽然是亲生母亲，也未必一定适合。可是机会总比别人高嘛。哼。报纸上常常称赞他，说他是什么仁爱协会最好的会长。可是，谁会知道，他那么绝情？仁爱协会的会长，那不是司徒金叶吗？你认识他？不如你帮我去求求他吧。苏医生跟他也只是一面之缘，很难谈到这个问题。那福明怎么办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。我看这场芭蕾歌舞剧，我得多买1次票。你想多看1次吗？不是我，是你。你一整晚都心不在焉的，浪费了这么高水准的歌舞剧表演。你说我们刚才那样拒绝豪姐，是不是很残忍？你整个晚上就是在想这个问题呀。我们是医生，不是社会工作者，就算是有时候我们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。你记不记得上次司徒金叶带领仁爱协会的会员们来医院的时候，说过非常愿意捐赠骨髓给需要的病人？当时我还领他们去做个血液化验呢。我刚才打过电话去向血液科的卢医生查过，根据司徒金叶留下的记录，他的血液组织和他儿子福明是配合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说，如果我去找司徒金叶的话，他会不会答应？再见啊，再见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再见。司徒太太，哎，你不是康宁医院的苏医生吗？你的记忆力真好。我有点事想和你谈。什么事啊？是关于骨髓捐赠的事。哦，有适合的病人了吗？那太好了。你肯捐，那实在太好了。我代郭福明谢谢你。不过我最近身体不舒服，等我康复了再谈吧。司徒太太，血浓于水，就算你不想认回他的话，你也可以像对其他人一样慷慨捐赠啊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懂的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懂什么，你身为一个医生，不只该有医德，更应该有口德。哎，这教训了我们什么？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错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蠢人也。也错。我爱人也。我心情这么坏了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？好了好了，别不开心了。豪姐，你怎么样了？苏医生，
福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辛苦，脸都发青了。苏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刚才主治医生来过，他说，要是再找不到骨髓的话，福明就活不过下个月了。妈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妈在这儿，别怕，别怕。医生，你救救福明吧。妈在这儿，忍着点，别怕，坚强点啊。嗨，等很久了。你第一天念医科的时候，教授没有教过你，当医生的第一守则就是要守时吗？守时不只是医生的守则，应该是每个人的原则。知道了还敢迟到，而且还真的迟到了45分钟哦。想不想听原因呢？迟到者一定有借口，不听也罢。哎，本来还想告诉人家今天去验血的结果，讨讨人家的欢心。你迟到就是为了验血？无缘无故干嘛去验血啊？我想验验看适不适合捐骨髓给郭福明。那适不适合？适合。真的？那我得赶快去告诉豪姐跟福明。来，我迟到的理由就是为了第一时间让他们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是你说不听也罢的，对不对？喂，你不怕被同事看到啊？第一次躺在这床上，有什么感想？非常多。那，原来这种床真的很不好睡。哎，你改善了医院这么多福利，下来该轮到这些病床了，换些舒服点的嘛。喂，你真的是死性不改，快要动手术了，还说这么多话。错，这才是我一向的性格。是啊，向来在手术室里，只要是他做麻醉，话最多的就是他。杨医生，哎，陈医生，来巡房。哦，我不是来巡房的，我是来探病。哇，早知道这么多人关心我，我就该有事没事都进来睡一睡。你呀，又胡说。嗨，你知不知道，今天有好几位记者打电话给我问你这件事，有的记者还跟我要你的照片呢。我认识你这么久啊，还没有跟你合照过，要不然也可以沾沾你的光嘛。他的照片啊，苏医生应该最多了。哦，哎，你千万别给啊，免得我以后出门要戴墨镜。做名男人身边的女人很惨的。哎，对了，院长啊，要我跟你说声谢谢。谢我什么？一定是因为你这么做会提高医院的声誉，对医院的股票上市很有帮助。你们都知道，院长把医院当是做生意来管理。准备好了，来，进去。等我喝下午茶。好好，来。今天早上，福明已经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。我刚才去看过他，他脸色好看多了，也吃得下一点东西。希望接下来的20多天，他不会有排斥的现象，那就表示他的情况会稳定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觉不觉得我们今天这样走的感觉很好？我不是要问你这一些，我是想听你谈谈救了人的感受。苏医生啊，你似乎忘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。我们每天都救人，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？如果你告诉我你准备奖励我，可能我兴趣也会浓一点。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呢？我想去拜访2个人，愿不愿意安排？凭什么他们要见你？他们忙得很。不是吧，未来女婿都不见。别胡说了，谁是他们的未来女婿？喂，我不管了，
我不想再失恋了。再不娶老婆，我明年就37岁了，没人要了。这次无论如何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走，去哪里呀？去提亲啊！婚都还没有求，提什么亲啊？那就是答应了。在公园没看到你，就知道你在这里。你很久没来这里了。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，左右每天思绪，每一次呼吸，心被占据，却苦无依，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。我一天天失去勇气，偏偏难了难忘记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